我们现在再让 David 来聊一聊这个你自己的一些感想吧。就是说你因为你有一句话让我觉得比较触动的啊，你说不完全为了小孩而出来，对吧？到马来西亚，那肯定有自己的思考在。其实说陪读，帮小孩，出来就是接受另外一种环境跟教育，其实还是回到那一点嘛，就是国内的，至少我们只读过公立学校啊，相对来说2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哦，哪方面招架？就是说老师给你布置的这种高强度的任务啊，就是几乎每一天你不可能很放松啊。我感觉你们那学校比较好，还有英文、法语，老师就是海外留学。我们那边呢，就是大概到3年级开始有你这个感觉，量，这个要求，变得非常。但是你已经觉得这种老师他已经很善解人意了，但是他还是有我们说这种任务在，这身不由己。我就再透露一下，他们的英语老师本来是班主任，他做了1年半，忍受不了啊，再辞职了，不做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小孩有个数学老师也是，我们关系还比较好，他也比较年轻的，一起在外面吃烧烤啊，请老师喝点酒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说，哎呀，其实有时候他说我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教学方法，我想试验一下，但年级组不让。对，完完全全要按照书本来教。对，他也很苦恼。是的，就是一个是像他们这个班主任老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他周六周日是找不到人的，你找他你也找不到，但是总是会有其他的老师还是比较传统，这种压迫力也是很强的。包括后面这个英语老师不做了以后啊，来了一个新的英语老师，风格就完全变了呀。就是味道还是你原来那个味道，就是还是我说的，就是你样子看上去它好像有一些新的东西，有一些变化，但是真正你去尝试了以后，还是原来那个味道。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了，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说白了就是，就小孩层面。对，那我的层面，其实，就是没事情干，真的是没事情干，因为本来是在外企上班是吧？你说对，早年呢，我也是在外企上班，然后呢，因为这2年就是因为经济啊，整个下行的也是挺明显的。其实我是在19年到20年。这个阶段自己做，对，就已经感受到了，这样一种下行的风险。已经开始了吗？没有，还没有。但你也开始自己做？对，我已经感受到这种风险。生意 OK 吗？就那个时候还是 OK 的，刚开始是 OK 是吧？就是说可以觉得，我今年可能没有增长，或者看不到太明确的方向了，你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吧？对，然后到20年开始就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再到21年，那时候疫情开始有点开始了。22年封城了。对，有点开始就觉得，这个风险变增大了。而且21年明显感觉到下行了，已经开始下行了。只是呢，不是那么明显，已经有这种现象了。那直到像22年啊、23年啊，这个就是你自己的感受，还是你们同行做生意都有这种感受？我是比较，就是说敢于承认。敢于承认，因为我是拿数字说话的。有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起伏。还是会怎么样的，甚至于在21年疫情的时候，还有人加大投入，是很多的，会变好对吧？很多，真的很多啊！我身边可能10个人，类似的这样的老板也好啊，或者是等等一些其他跟生意有关系的人，他们都是觉得10个人里边至少有8个人，他觉得会更好的，会怎么样的？因为过去都很好。对，这是一种惯性，可能思维惯性，就像卖房子一样。我不是看过我频道的都知道，我其实一开始拍的前几篇视频就是卖房子嘛。对，那个时候留言还好，因为 YouTube 上面可能还行啊。但是我身边的人，很多人跟我说，你现在为什么要卖房子？你肯定是卖在最低点。未来会反弹的。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有信心，对吧？对，他们是可能是这样想的。那上海房子哪能可能是买的呢？对吧？他们是这样想的。对，现在还有。现在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我反正就这么做了，你看吧，我是这么做的。至于你要怎么做，你的想法怎么样，那我也改变不了。对，那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你那些加大生意投入的朋友，现在还好吗？
我没有太多去了解了， OK 可能我身边有一些相对来说虽然加大投入了，但是它不是 all in 的那种，相对还是有一点线型或者保守型的，确实没挣到钱， OK 可能小亏吧。那孩子加上生意的持平，然后其实也不足以说产生很大的推力把你推到这个海外生活吧？不至于，就是自身的不至于，主要还是教育方面。只是说，我自身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我觉得我的投入性价比变差了啊。原本我可能投入1分，我可以挣1分，或者甚至挣2分。现在我可能投入5分，你只能挣1分。那索性我可能想法就是说，要不我这2年稍微躺平一下，退休2年，看看情况。如果有好的机会，再去投入。正好小孩又到了这个年龄段。我们正好又因为发生3个月的事儿，去做了一个抉择，然后OK， 那我就过来做陪读吧，是这样想。OK， 那难吗？对你来说做这样的选择？其实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是不难的，因为我不是一拍屁股或者一拍脑袋，你已经想清楚了。对，其实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想过未来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是有一些铺垫的，对我来说不是1秒钟决定的事情，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不难的。身边亲戚朋友都同意吗？我不需要征得他们同意啊。因为我也不太在乎别人，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也不会去跟别人说，我明年要把小孩送去。也不用跟父母商量一下。这个可能跟家庭教育环境，我跟我父母本来就，不是说感情不好，是比较独立。对，比较独立，离得好像有一点隔阂，或者是说离得比较远，包括住的距离也远，然后接触的也不多我的想法就是，包括我小孩以后他的生活他的世界是他的，我就跟我老婆2个人，我的想法也是，我的父母他们2个人就是他们2个人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参与在这？他们也不要参与到我的生活里面。而且你把房子也卖了。对。车呢？车在什么？我把车卖了。车不值钱。我把车卖了，对，然后车牌也卖了。然后车牌卖的时候，他说我也想过，你现在卖了多少年不能再拍这块车牌哦？我说 OK 我还不，我有这个事。我跟我老婆说，我也不要把车卖了。后来我还好没卖，我老婆不想卖。她说也没多少钱，放着就放着吧。因为后来因为我跟你不一样，你是2家，我是往返跑，那我回去有时候还用得到。那个搬家痛苦吗？我没有搬什么东西。你没带什么东西吗？对，没有搬什么东西。我过来基本上我们过来就5-6个箱子就没了，就地买就 OK 了那很好，因为这边生活很方便啊，它没有什么衣服啊什么的，没有什么东西好搬的，我觉得你在教育中那一集里面说，本来你跟你老婆对这个马来西亚了解也不是那么多，对吧？那来了以后有些什么文化上的冲击吗？或者新的一些认识？文化上的冲击可能我现在感受没有那么明显。你如果去年问我的话，我可能会想到的是，这里的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各种各样不同肤色的人多元，他居然可以还是蛮融洽的。但是我听当地的人说，以前更融洽，可能现在还有一点隔阂。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很不错的。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像是地盘或者区域。这个区域可能都是马来人，那个区域都可能是印度人、华人、印度人，大家有互相的默契，也挺好的。包括我其实还有一点最大的文化是路上开车我特别喜欢在这边开车，因为我喜欢开车的。我也是。哇，好爽的！就是中国我不喜欢开车。中国怎么说呢？我们的次序跟别人的次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理念跟别人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来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是左舵跟右舵是反的嘛，我可能方向上会不适应。那有时候开着开着就开到右边的快车道上面去了。那有时候就别人会那个后面的车跟着你，真的只有我后视镜可能看不超过5米。我说他跟这么紧干嘛？还是让你赶快让开。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时间长我就知道，这边的人不会无缘无故踩刹车的。就是有时候在高速上啊，你白天是看不到尾灯会是红的，没人踩刹车。这点真的很牛逼。就是他们的理念就是说，倒没留意啊，我有这个路权，别人不会来抢我的路权的。我没有必要踩刹车。这我没留意那这里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主路权的时候，旁边有车没车跟我没关系。他一定会停下来的。但在中国，你绝对不敢这样子。什么旁边有个车进来，你觉得他要进来，他也打着那个方向灯，他要进来，你肯定心里要想他要不要进来。但这边就没有这个问题，你就过去了就过去了。能保持一个整个主路的畅通嘛。Okay. 所以在这开车很爽。
就算是行，对吧？对，你去哪里玩过吗？好像除了马来在这里西亚，我之前去过槟城以后，来了以后倒还真没有去，还没去过。对，但是我下周要去槟城了。好，然后我下周就是下周一出发，因为正好印度他们放假，小孩子放假，我们有1周的时间。我们规划了去那个太平，和那个太平旁边还有一个城市叫什么？金宝、怡保啊，怡保，对，怡保、太平，还有那个槟城，然后再回来。对对对，小心塞车啊！这个大家都回乡啊，据说很塞。那也没有办法，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也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本来想去金马伦的，一看哇，金马伦好像时间来不及，因为去一趟金马伦可能3天2夜至少，对吧？而且很塞。我就想我以后单一条路很塞啊，对，最好要避开各个节日啊，而且所有州的节日大家都喜欢去那边再度个假。对，凉快啊！对啊，然后之前就去了趟新山，但是我对新山印象一般。对，我觉得新山可能就有点像以前的深圳，像个睡城嘛。我觉得好像至少目前看不到太好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对我来说没有烟火气充足一点的是吧？也不是，或者一些历史，也不是烟火气，就是新山可能我可能期待太好啊，因为网上各种各样对新山的这种正面的新闻很多，那我就觉得期待很好。但是我从那个口岸过的时候，我觉得哇，到处都在乱糟糟的，很乱，又塞车，然后反正也没有吉隆坡干净，就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型，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建设啊、发展啊、规划啊等等，还是需要的。其他地方还没去什么。吃的方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上海人是喜欢吃海鲜的，这边海鲜相对清淡一点，相对比这个其他地方对，他们就是那个拉西兰嘛，我们吃不惯啊。我那天看到你说那个拉西兰嘛，那个东西我们是吃，我是吃不惯，我老婆也吃不惯。OK 那个有点太辣了，我觉得。觉得是吧？对，其他的像中餐式的，像广东菜啊、福建菜啊等等啊，这些我们都没有问题啊，都很舒服啊，吃得很舒服，就吃得很开心，可以这么说。而且你会自己做，我做是会自己做，就在外面吃也吃得很开心。还有就是这边的食材，尤其是牛肉，比我们要好。因为很多都是澳洲的牛肉，而且性价比。羊肉也是很好，大马的羊肉。羊肉因为太热了，因为这边热嘛，就吃的少。然后牛肉我们几乎是每天都有的。小孩子也要给他增强体质嘛，多吃点牛肉，然后而且每天都能买到相对新鲜的，因为楼下就有超市，也很方便，对，成本也很低我觉得这一点是吃的上面就是品质提高了很多，可能跟在上海花的钱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品质高很多，有你一样的可以买到澳洲的，对吧？对，还有就是吃海鲜，太爽了，大家吃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就是说你们来了以后也还是就是跟原先状态是一样，就是自己时间比较自由，但是宅在家里比较多，是吧？我老婆是坚持到最后的，她基本上是来之前才辞职的，她提前1个月出去玩了一趟，然后就过来了，就放松一下，度个假，然后就过来了。我是陆陆续续的，因为我后面就自己做嘛，生意不好了以后就做的少了嘛，就有点那种躺平状态，然后就是也有这么多时间去考察那么多地方嘛，然后说来了就来了，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度吧，因为本来就在这个状态中，来了以后就发现这边更舒适了，就是更没有事情做，然后就也不能说更躺平了吧，就是说很多生活的每天的生活中间的内容也发生了蛮多的变化的，一个是你要跟不同国家的人去接触OK，因为我现在搬到了那个托比卡，然后那边日本人、韩国人非常多，那有时候下去游泳运动有时候打个招呼有时候一起踢足球运动对，还是需要社交的，所以偶尔有时候会把以前日语再捡点起来。我老婆会韩语，我会一点韩语，会一点，家很多元。对，我是会一点日语，就是英语不好。然后女儿回来可以，对我女儿英语可以，对，所以去澳洲的时候，我女儿是我们的翻译机，这样子的，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会去学习一些东西。我最近感觉缺什么，我们就去，反正 YouTube 上面什么都有，就去学一点什么。包括来了大马以后，我才慢慢的，我以前是不懂金融的，我还去学习了一些金融的知识包括投资等等
也了解了很多东西。我也是到了这里，这个变化也是很大的。我以前是抵触的，我也是啊，真的是这样。我觉得那个一个是风险高，第二是好像它有很强的专业知识。这个我觉得我们单独有机会再做一期，这个内容很丰富。那其实是个迷思啊，很有趣，改变了自己。其实跟地域也是信息差的问题。对，很好。还有一个点，你刚才说的，我也是很受触动的，我们可以再着重分享一下。你觉得原先生活在上海，我们不说中国，就是生活在上海，你觉得大家想法都比较单一化，是吧？对，就像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就好像是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用上海话来说，对吧？那现在显然不是，就这种差异比较有些什么可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觉得是原先是单一的呢？体现在哪里？来了以后感受到，还是原先就感受到？我倒不是，我觉得我自身是单一了，因为是我们整个生活周边吧。对吧？其实我没必要说这个现象吧，我就看到一个点吧，其实很原始的一个点，就是无论是我们20年前还是现在的，从小学的教育体系开始，它就是单一化的，因为每个人做的功课也是一样的。在这边的变化是什么？你什么程度，老师给你什么教育内容，你到了什么程度，再给你什么教育内容，直到你跟上所有同学的平均水准为止，再教你一样的东西。就是这边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定制化的，那边是统一化的。因为你是国际学校，有可能政府学校这边也是政府也有可能对你说的这个点很对，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事情吗？我看到那新闻说很多那个学校要辞退老师。那有人不是给了个建议吗？现在学生不是少了吗？出生率低了吗？那他说你可以把班级人数变少啊，班级变多啊，那你教育质量不变高了吗？你在说中国的？对，这个倒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呀。但是你可能支出省不了嘛。对吧？就每个学生头上的支出，因为我们是义务教育嘛，对吧？那国家补贴啊什么的，可能支出会大，可能是考虑的经济上的一本账。但是效果来说，肯定是一个老师学生越少，他照顾的那个范围肯定，或者是深度越深，那肯定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根源是在教育上的问题。有什么让你感到来了以后变得特别不适应？不适应，可能还是天气吧。就是说白天的时候，真的太阳底下受不了，很热是吧？太热了，这个消耗是很大。因为我刚来马来西亚，那个租房的中介跟我说，我说槟城很湿，他说马来西亚很干，吉隆坡很干，我说吉隆坡也不干啊，我说上海比这湿多了，我说对他们不对，我说错了，就是说他们说吉隆坡很湿，我说槟城更湿，但是我们认知里边就吉隆坡比上海要干很多，非常干，因为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就落地的时候，我是先来的，我提早1个月来，先租房子，把所有都打点好了，再女儿老婆再来的。是这样的。我来的时候中间有1个星期我发烧，第一是吃坏了可能，或者是说中暑了，就是我发了1个星期的4天吧，4天的烧。那几天我还在看房子，我真的有点坚持不住，太热了。我后来分析，可能我是中暑，或者是吃坏，或者2者都有，因为太热了以后呢，我就是一直在外面跑嘛，脱水。其实我没有流汗，但是它是蒸发掉的。就在这边呢，你要不停的喝水。所以大家都会带个水瓶。但是我不适应，就我一直喝水，我就肚子好胀。你现在也不适应吗？我现在适应了，现在人自然适应了。有车吗？现在有车啊，那个时候没车。对，所以那个是不适应，就对太阳底下的是完全不适应的。因为我上海嘛，你知道，我们走就到了嘛，很方便嘛。它这个地方有时候看500米走不过去，对，你必须要打车。它是为车道设计，对，商场没有走上去的这个道，都是绕上去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不适应的地方时间长了，可能我有点淡忘了。还有什么吗？你觉得不适应？其他好像还真的还可以，我没什么不太适应，我们适应能力都还可以。有没有让你不满的地方吗？也没有什么不满的呀。那也是，我觉得很 OK 啊。吃穿住行之外，还有什么让你反差特别大的？就速度慢一点嘛。但是我本来就慢性子啊，我觉得不急啊。你说是指什么速度呢？就排队啊。
啊，办事情啊，啊，确实慢一点嘛。就像这签证，我老婆的那个陪读签要办4个月，我一直劝她，哎呀，很正常啊，你来之前就知道了，你应该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我说6个月我也没问题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受不了了嘛。是慢，真的是慢，我也知道是慢，是，但是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子。你心态挺好的。对，因为可以调节。对，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嘛。OK，你小孩如果以后读好书呢，打算怎么样？你是说只在这边读到大学之前？反正他自己考大学了，是吧？我没有想，我觉得让他自己选择。可能从目前来看，我跟我老婆可能会周游世界啊，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如果经济上不允许，回国。所以我们必须要搞一个金融，是吧？养老可能还是会工作的，还是会工作。可能因为我们的想法是等他再到14、15岁的时候就寄宿了那寄宿以后，我可能会慢慢的离开他，因为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这个能力或者积累的东西已经教不了他了。他完全是在一个新的领域当中，我们对他的帮助现在只有让他每天吃好、喝好、睡好。OK 了。然后剩下的路可能小孩自己走的会比你好。我们可能会跟他说的东西反而是一条框框。会把它限制住。我希望小孩是未来是自己可以规划自己走出自己的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帮他太多。这是我们能力的上限，我们自己要认识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但是我们的学习能力跟小孩子没法比完全不一样，效率不一样。那你说经济不允许，为什么是回国养老？因为回国养老也要钱啊。又不是免费又能养老。从我们目前来看，就是说，马来西亚是一个非移民国家就是说你在这花钱是第一点，第二，你应该永远是得不到当地的比方健保医疗公民的一些福利应该还是没有的。那中国有吗？那至少怎么说呢？还是抱有一点希望吧，毕竟我还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对吧？我还是中国的护照嘛，我又不说我移民了对吧？所以说我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只是挑战你这个观点我看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自觉的会觉得家嘛，这是一个回去的地方。对，就像一样嘛，很多人移民了，还是会回去的。可能父母在国内和其他的亲戚，对吧？都很正常，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我的想法是说，不要把自己给框死跟固定死，你要永远保持有选择性，或者选择权在自己手里，这个最重要。挺好的，那我们可以未来再聊一集这个金融方面的可以这个是吧？浅聊，我们毕竟不是这个专业的，对，只是说从金融小白到认知。我们也做一个在金融上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对吧？怎么能够进阶之路，是吧？对。好，谢谢你谢谢 ，Thank you。好，很不错，自然的就很好。大家喜欢看这种真实的东西，是吧？是啊。我一直认为还是需要一些准备